嘿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玩点不一样的，来挑战一个超酷的目标，就是完全不用滑鼠，只靠我们手上的键盘，用一行一行的指令，从无到有打造出一台完整的 Hyper-V 虚拟机。你会发现，这方法不止速度快，还能让你感觉自己像个专家一样，精准地控制所有细节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吧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经验？每次想设定一台新的虚拟机，那个滑鼠就要在各种视窗之间点来点去，按了不知道多少个下一步，心里还一直担心是不是有哪个选项勾错了。别担心，今天我们就要彻底解放你的滑鼠，用一个更帅、更有效率的方法来搞定这一切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路线图了。首先，我们会做好所有的事前准备，确保环境都 OK。接着，我们会用指令来安装 Hyper-V 平台，然后一步一步的建立设定，最后启动我们的虚拟机。到最后，我们还会聊聊学会这些之后，要怎么让整个过程变得完全自动化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咯。第一步，事前准备与检查。这一步真的超重要，就像盖房子要先把地基打好一样。这基础工作做好了，我们后面所有步骤才能顺顺利利地进行下去。在我们开始敲任何指令之前，有2件事情你一定要先确认，这2个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行哦。第一，你的作业系统必须是 Windows 11的专业版或是企业版。第二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你电脑的 CPU 一定要已经开启了硬体虚拟化功能。那要怎么看你的电脑有没有开呢？很简单啦，你现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动手，按下键盘上的 Ctrl、Shift 跟 ESC 这3个键，把工作管理员叫出来，然后找到上面那个效能分页，再点一下左边的 CPU。好，你看一下 CPU 资讯页的右下角，我们要找的就是这几个字：虚拟化以其用。如果你看到了这个，哇，那太棒了，恭喜你，你的电脑已经万事俱备。如果看到的是已停用，也先别紧张，你只要重开机进到 BIOS 或 UFSI 设定里面，找到一个名字大概像是 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或 AMD-V 之类的选项，把它打开就可以了。OK， 准备工作搞定，那现在我们就来动真格的啦，直接用指令来安装 Hyper-V 平台。这边有个地方真的要特别注意哦。你一定要用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这个方式来打开你的 PowerShell。我跟你说这个权限如果没有开，我们后面做的全部都会失败，所以这一步千万不能忘。好，你看画面上这个指令，对，你没看错，就这么一行，它就能帮我们把整个 Hyper-V 平台，包含所有的管理工具，一次全部装好，把它输入进去，按下 Enter， 然后就让系统跑一下。等它安装完成之后，电脑会跟你说需要重新启动。好，电脑重开机回来之后，先不要急着往下走哦。我们先来检查一下，确定 Hyper-V 是不是真的装好了。跟刚才一样，记得用系统管理员身份打开 PowerShell。接着我们就输入这个很短的验证指令 get VM host。如果安装成功的话，你就会看到画面上跑出一堆关于你这台电脑的 Hyper-V 主机资讯，像是虚拟机的路径虚拟交换器的设定等等。只要看到这些东西跑出来，那就代表没错，我们成功了，可以往下一个阶段迈进了。平台都架好了，重头戏终于来了。接下来这个部分超好玩，我们要像在组装模型一样，用一个一个的指令，把我们虚拟机的机壳记忆体、硬碟、CPU 全部组起来。首先就是这行指令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，我们先把虚拟机的那个空壳或者说骨架给建立起来，它现在还没有硬碟哦，就是一个空空的机器。我们来一个一个拆解这行指令，看看它到底在做什么。你看，其实 PowerShell 指令一点都不可怕，对不对？它的参数都写得很白话。Name 就是取名字嘛 ，WTG。Memory Startup Bytes 就是给它记忆体，我们给的4G。Generation 2代表我们用的是比较新的第2代 UEFI 架构。然后 Switch Name 就是帮它连上网路，是不是超直觉的？好，有了空壳，现在要装上它的大脑跟身体啦，也就是装着作业系统的虚拟硬碟。这个指令就是要把一个
你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虚拟硬碟档，也就是那个.vhdx 档，挂到我们刚刚建立的机器上。这边要特别注意哦，画面上这个 D drive 斜线 VHDS 斜线 WTG.VHDX 只是个例子，你要把它换成你自己那个档案放的真实路径哦。再来，我们要给它一颗多强的心脏，也就是 CPU。这个指令就是用来设定处理器的核心数量。我们这边例子是给它2颗核心，你当然可以看你自己的电脑有多强，还有你的需求来决定要给它几颗。OK， 我们的虚拟机所有零件都组装好了。各位，最让人兴奋的时刻来了，我们要来按下那个虚拟的电源键，让它活起来。要启动它，超简单，就是这个干净利落的指令 Start VM， 后面跟上我们机器的名字 WTG， 按下 Enter， 就这样，它已经在背景开始跑了。可是它在背景跑，我看不到画面啊。别急，要看到它的萤幕，就靠这个 vmconnect.exe 指令，你把它打下去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你看哦，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连线视窗就跳出来了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，哇哦，我们虚拟机的桌面。开始玩你的新系统吧，恭喜你成功了。好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完整的用指令打造出一台可以运作的虚拟机了，超有成就感的，对吧？但这就是终点了吗？不，这其实才是一个全新世界的开始。你仔细想想哦，我们今天学到的所有这些指令，其实通通都可以把它们写进一个 PowerShell 的脚本档里面。这代表什么？这就代表未来你只要点2下执行那个档案，就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全自动地变出一台你设定好的虚拟机。这就是指令操作最强大也最迷人的地方，自动化。它绝对会改变你未来管理、开发环境或伺服器的方式。所以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动手试试看，把这些指令串起来，打造出属于你自己的第一个自动化部署脚本吧。